在19世纪的葡萄牙，有一位连环杀手，可以说是被判了2次死刑。因为被斩首之后，他的脑袋竟然被泡在了玻璃缸里面，保存至今，足足有了180年的历史。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你们相信自己的大脑会导致你天生聪明或愚钝，又或者你生来就是精英还是罪犯呢？如果有机会在死后研究一下自己的大脑，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本期的主人公就是被一场残酷的科学实验剥夺了头颅，使他死不瞑目。那么这个人是谁？在他的一生又发生了什么传奇故事呢？想知道的小伙伴别忘了长按点赞3秒钟，让我们一起来追寻一下这段触目惊心的历史。如果你想去参观这个人头标本，那么只要来到葡萄牙的里斯本大学的医学院，就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因为科学家将他的头颅保存在了甲醛溶液当中，到现在仍然呈现出近乎完美的状态。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原来这个脑袋的主人名叫迪奥戈·阿尔维斯，是个声名狼藉的罪犯，他夺走了大约70条生命。当他被处决后，葡萄牙的许多实验室都想研究一下这个连环杀手的脑袋里面究竟有什么异常，于是他们对头盖骨的大小和形状进行了检查，试图找出一些关于迪奥戈的智力、性格的线索，以及犯罪的原因。可能因为至今都没有调查出什么来，所以这个脑袋就一直完好无损地泡在甲醛溶液当中，保存至今。难道这个迪奥戈的大脑真的就从小异于常人吗？其实并不是。迪奥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除了一次摔下马的经历击中了他的头部之外，童年虽然过得很辛苦，但没有什么巨大的挫折。19岁之后，父母把他送到了里斯本工作。年轻力盛的迪奥戈很快就成为了许多有钱人家挑选帮手的不二选择。本以为自己的生活马上要步入正轨，可以赚钱养家之时，迪奥戈的生活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母亲去世了，他悲痛万分。空虚的迪奥戈开始整天沉迷于赌博和酗酒。辗转换了几份工作之后，迪奥戈爱上了一个女人，她是一家旅店的女老板。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迪奥戈被 PUA 了。这段恋情并不安稳，他的情人总是要求迪奥戈赚大钱，但他只是个打工仔。思来想去，眼下能最快致富的唯一方法就是抢劫。在1836年的时候，26岁的迪奥戈开启了谋杀生涯。他的受害者从来都不是什么有钱有势的人，反而是穷人。这是因为虽然向富人下手钱来得更快，但是很快就会引起注意，被抓是早晚的事情。所以迪奥戈盯上的都是外地来的农民，他们通常来自邻近不同的城市，来里斯本的目的只是为了出售自己家的庄稼，挣点小钱。这样的人失踪了，既不会引起警察的注意，家人也不会找到这里来。而且除了受害者之外，作案地点也是迪奥戈精心选择的，那就是渡槽。可能只听名字的小伙伴没有什么印象，但看了图片你就有数了。渡槽也称为高架水渠、人造天河，是用来输送取水的水利工程。迪奥戈首选的谋杀地点就是阿瓜里弗渡槽，这里是里斯本著名的水道，为城市提供淡水，被认为是18世纪葡萄牙最杰出的工程之一。因此迪奥戈还有了个称号，叫做渡槽杀手。那么刚才提到的迪奥戈的情人，他经营着一家旅店，需要经常配钥匙，因此迪奥戈搞来了阿瓜里弗渡槽的钥匙，另外配了一把自用，方便他自由出入，减少怀疑。一旦可怜的路人落入了他手中，迪奥戈便会抢光他们的财物，然后杀人灭口。通常他都会蒙住受害者的眼睛，把他们拖到渡槽的顶部，然后用力推下去。渡槽大约有65米高的落差，因此所有的受害者必死无疑，无一还生。一开始迪奥戈只是不想让城里的人或者警察知道有小偷在抢劫农民，所以灭口是唯一的原因，为的就是让他们永远的沉默。但是这么多人都死在了同一地点，警察却认为是农民们集体自杀了，完全没有放在心上，这就很离谱了。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从1820年葡萄牙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人民的生活变得艰难困苦，许多人都失去了工作，而国家正面临着政治与经济危机，局势动荡，所以警方也没有多想，普遍猜测这是因为农民处于社会阶级的底层，饥寒交迫，经济困难，对生活绝望，所以开始了自杀浪潮，而渡槽就是绝佳的自杀地点。但是民众并不是傻子，短短1年内已经有大约70个人死于渡槽之下，案件相似地让人毛骨悚然。大家都怀疑有一个连环杀手潜伏在这座城市里面，争相前往渡槽参观。为了阻止这种情况，警方把所有进入渡槽的公共通道都关闭了。他们认为这是避免自杀事件的唯一方法，只要渡槽被允许随意出入1天，命案就永远不会停止。然而渡槽的关闭对于迪奥戈来说宛如晴天霹雳，只有在那里他才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抢劫杀人。
那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呢？是选择放弃，断送自己的连环杀手生涯，还是赶紧寻找一个新的作案地点？显然他选择了后者。其实如果他就此放弃，可能就会成为永远的秘密。但是没过多久，贼心不死的迪奥哥就组成了一个强盗团伙，他们随意闯入房屋，进行抢劫和谋杀，无恶不作。如此声势浩大，很难不引起警方的注意。果然，在1840年的时候，迪奥哥被抓捕并被判处死刑。由于迪奥哥阿尔维斯犯下的罪行数量庞大，触目惊心，可以被称作为葡萄牙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罪犯了。在迪奥哥被处决的时候，当时的颅相学正在兴起。这种理论认为了人类的头骨形状决定了某些精神或者性格特征。虽然这一定律已经被认为是伪科学，但当时的研究人员都非常兴奋，因为迪奥哥这种连环杀手的出现，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在1841年的时候，迪奥哥被绞死了。里斯本的科学家和医生们打算开启一个全新的计划。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人是如何偷窃并伪造渡槽钥匙，将穷苦的农民一个个推下去。他们更想知道的是，究竟是什么驱使他杀了这么多人？为何世界上会有如此邪恶的人类？所以说，虽然研究头颅听着非常毛骨悚然，但带着这么多疑问，科学家和医生们还是拿着他的头颅进行研究。或许通过这个机会，他们可以解开邪恶的真相。然而，当时所有的科学家和医生通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研究，都没有在迪奥哥的大脑里面发现什么特殊的东西，所以这个研究就无法前进。但是这些专家当然是不满足的，他们疯狂地认为后代科学发达了，总会找到突破口来研究这个犯罪分子的脑袋。于是他们便把迪奥哥的脑袋泡在了玻璃缸里面，一泡就是180年。可是谁知道后来颅相学形成之后，被定义为了伪科学，完全没有了研究价值，所以迪奥哥的大脑也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件古董，现在正放在里斯本大学医学院里面，当做一件艺术品存放着。有趣的是，在迪奥哥的脑袋边上还有另外一个头骨，也是当时被用来做研究的。头骨的主人叫做弗朗西斯科，他谋杀了一家4口，然后把他们的狗都阉割了。在迪奥哥死后仅仅1年，科学家和医生也对弗朗西斯科的头骨进行了检查，但是他就没有这么走运了。他的头骨曾经和一群说不上名字的头骨放在一起，同样是为了研究颅相学，但是因为迪奥哥罪大恶极脱颖而出，所以另外的这些头骨，包括弗朗西斯科在内，也就相对应的没有那么被重视了。在研究之后也没有得到相应的防腐处理，逐渐就变成了头骨标本，被后人唾弃。看到这里，其实我觉得迪奥哥的情人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交往之下，他想得到更多的钱，于是走上了谋财害命之路。再加上社会动荡，迪奥哥在乱世之下上演了渡槽大屠杀。然而迪奥哥应该打死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会以这种怪异的方式存活了这么久，而且不出意外的话，他还会继续流传下去，继续沉睡在甲醛溶液当中。可能这也是现代人与180年前的连环杀手近距离接触的唯一途径了吧。对着这个毛骨悚然的脑袋，你能脑补出当年渡槽杀手的全貌吗？在当时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杀鸡儆猴的作用，减少社会上的犯罪现象，而到了如今，却是一段猎奇的犯罪史。每一件物品都承载了那个年代的历史印记，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180年前的动荡。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正正，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